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独角兽美甲专业教学的影片。那今天的话，凯莉要跟你们分享的其实不是甲片制作，款式制作。今天的话是要教大家一些比较美甲师刚入学的美甲师、初级美甲师非常需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收纳。那我们先从胶类开始说，收纳来讲嘞，在我们的胶类来讲。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架子啊，是我从无印良品去买的。其实它放胶其实都还蛮好放的，你放进去里面，然后每一区，我的话我是习惯性品牌归品牌，所以说每一个品牌的胶我会把它放在一起。那每一个系列的，像是这里有 Kitty 系列，有小那个什么 Pre-Jo 拉线系列，还有小布系列东西，我都会稍微的把它归类在一起。这样子的话，你找的时候才不会说到非常非常的忙碌。这个罐怎么在这里呢？所以呢，然后这下面就一样也是小布系列啊，宝石系列啊，然后一些我比较常用到的白色啊、黑色啊这种。然后之后下面还有不同品牌的，全部都在这里就对了。然后呢，我们来到这里全部都是 Betty Gel 的，这一次我买的。然后还有我看看哦，然后过来这边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些亮片、亮粉，我会尽量的把同系列的东西全部都放在一起。所以说，所有的亮片、亮粉啊，最好的都放在同一个地区，这样子的话，你要寻找的时候其实会比较好找。然后旁边这里的话，有一些彩绘用的亚克力颜料，Maruju 的颜料，这些的话也是把它归类在一起。同样，这些亚克力的盒子全部我都是在无印良品可以买的，所以不会到很难找。然后上面这里一样也是有一些亮粉。所以说，尽量都把东西放在同一区，你要找的时候就不用在那里来来回回的找来找去。那我看看，我们来到下面这个地方的话，这里的话呢，就是一些比较特殊的立钻。立钻的话，我会按照它的该怎么讲款式来归类，像是这一盘全部都是走比较个性风，有十字架啊、骷髅头啊这种的。然后这一盘也是属于比较个性俏皮的然后这一盘的话就是皇冠然后还有就是不同风格蝴蝶结，不同风格尽量把它摆在一起。这样子的话，如果说你可以问客人，通常我都会问客人说，你上面你贴的钻你想要走什么风格？因为客人会直接回答你说没关系，你全部拿来我看。可是这里有这么多盒，你要怎么样全部拿给客人看？所以说最好是你把它分类好了之后，再挑选给客人看，这样子你会比较加速你在 salon 里面操作的过程。那好，我们再过来到这边这里的话呢，其实就是一些小东西，但大家应该刚进入美甲圈都知道，或者是已经在美甲圈很久了，都知道说其实美甲师的东西真的很多。那我这里的话呢，旁边这一排全部都是就是施华洛的钻，或者是铆钉这种东西，这种比较小的，我都会，比如说我们拿个。要拿什么嘞？随便拿一个出来。这里我都会归类好，说它里面有什么。这里面有石头钻跟咖啡金，所以说当我在找我想要用施华洛的石头钻系列的话，你看这里全部都有黑色啦，或者是蓝色啦。这样子的话，其实你在找钻的时候，你如果说心里面已经有一个 idea 说你要怎么样去搭配的时候，你不用找到很久。因为如果说钻饰太多，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找。那这里的话呢，就是一些，就比如说什么彩色球球啦，这些都是我自己命名的，什么平面珍珠啦、特殊立体钻啦、链子啦，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自己命名的。所以说最主要是你要找出你自己本身会联想到的关键字，然后把它放在上面。那比如说这里有一些什么立体宝石啦，所以说这个盒子是在网络上面。凯莉其实换过很多次的盒子，就是以装钻来说，因为钻饰真的很长，我们会不小心放在桌上，然后不小心挥到它就掉在地上洒了一地，然后你就会听到说我开始呼唤我们的 Otto 老师来教他，请他帮我剪钻。所以说其实我换了这些钻盒他其实最开心的应该是他，因为
呼唤它的几率变低了。那这个的话，我记得网络上面很多卖家都有在卖，因为它有分这一种的，然后还有这一种的，这种的我觉得也很好用，就记得你要买那种一格一格，然后之后你关起来，它有咔嚓一声的声音，其实基本上这个掉在地上啊，它其实很难会就是打开来。OK， 然后之后这样一个一个再放进去之后，你再把它再关起来，你整个掉在地上其实都不会有事情。OK， 那这里的话嘞，就是要这样子把它整个排好。那就像这边我们有放一些钻，这里其实也都是一些钻。所以说，你如果说这样排好的话，你自己比较知道说要从哪里拿东西。那就像我桌上这里现在有好多就是都还没有标签的，因为凯莉最近一直都在偷懒中，所以说呢，就像我们刚刚那样子来说，这一盒钻饰里面基本上全部都是属于比较特殊的大颗的钻饰。那这个的话，凯莉想要帮它取名为超大施华钻。所以这一台机器是我前一阵子为了要打标签而买的。那我们来看看哦，其实它还蛮好用的，所以说我们就来一个不小心按到了，停止列印，对，好，先把它先打掉，好，对不起，超大，是哪一个啊？完了，因为之前其实这样子就会被别人知道啊，在这里，因为之前都是 Otto 老师帮我打，所以说超大钻。好，就超大钻吧。那我们就列印，然后之后它就会从这个地方跑出来。然后我们按一下这个，这样就好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关起来。那这个我记得后面这种把它撕掉。然后我们就是把它贴在当你在找的时候会看得到的地方，超大钻。像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回归到这里面去了。OK， 那当然它的那个标签的话，有分透明底跟白色底的。我个人是喜欢透明底啦，看起来比较有质感。可是应该是因为之前我在印其他的东西，所以说里面放的是白色底的卡带。所以说那个之后以凯莉强迫症的状态，那个应该是会被我撕下来，然后之后重做。但是只是大概跟大家说，这样子其实你会比较容易可以找得到你的东西。那希望说今天分享的这些对你来讲是会有帮助的。那有任何问题的话，你们都可以私讯凯莉来询问哦。谢谢。